这集我们要来聊一聊观察者的角度。哦，我们从来没有把观察者的角度，然后列为一集来讨论。这一集就来讨论，可能一集还讨论不完呢。不过我们就先来从这边开始。之前一直讲到观察者的角度，观察者的角度，然后提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去很深入的去探讨这个东西。其实，在故事里面不需要观察者的角度，就你需要的只是人物的角度。那其实大家都是在用人物的角度在生存，那其实都没有用观察者的角度在生存。在游戏里面只需要人物的角度，那我只需要把我当成墨子，然后就过着墨子的生活，然后墨子要干嘛，墨子想做什么啊，墨子吃什么啊，墨子干嘛，整天就是过着这个人物的生活这样。我只需要用这个人物的角度去看世界，就结束啦。那问题来了，就是你要当超级玩家，光用这个人物角度就没办法。你不是 GM， 你不能你想干嘛就干嘛，想显化什么就显化什么，想做什么都不能做什么，然后想要成就什么就不能成就什么，然后甚至你想要修行，我要开悟要回家还是不行啊。在人物的角度下，你要干嘛都不行，都受到这个束缚。那所以我们分享的就是如何跳出束缚，所以才讲到这个观察者的角度。那观察者的角度它到底是什么？它就是玩家视角。那所以玩家视角顾名思义就是你变成玩家角度在看待世界，看待你的人物。那这时候你就有一种超然的角度，就可以尽情的游戏。只有玩家可以尽情的游戏，在游戏里面人物是尽情的被玩。所以我们人都是被玩的，就被自己的头脑玩，然后被社会玩，然后被世界玩，然后什么都不能随心所欲，想要干嘛什么都不行，就被玩。一定被玩啊，因为我们就是故事那个游戏里的那个角色不就是被玩的吗？角色不被玩，那怎么会是角色呢？对啊，对啊。所以游戏里的角色真的就是被玩的，所以我们不要想说我们的人生好苦啊，都一直被玩。一直被玩，他本来就被玩的嘛，本来就被玩啊，对啊。这个游戏里的人物不是被玩，它就不存在，它存在目的就是被玩，所以也不用说感慨说那苍天玩弄我，那本来就被玩的，所以我们要不被玩，那么就跳出来吧。好，如何跳出来？如何跳出来？观察者的角度，我们要修行，然后要回家，离不开这个观察者的角度。因为就要跳出这个游戏，跳出故事，所以离不开这个观察者的角度。那我们要在游戏里面如鱼得水的显化，也离不开这个观察者的角度。观察者的角度很重要，我们没有观察者的角度我们完全会锁死在故事里、游戏里。我们用一个东西来检验就知道了，就是我们在梦里面能够自主吗？不行。当然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只要有清醒梦的经验，我们就可以自主我们的梦境。但是你有办法每一天都清醒梦吗？没有办法。那你要睡着的时候，你有办法看到你自己要睡着吗？你要醒过来，有办法看着自己醒过来吗？没办法，因为我们不在这个观察者的视角，我们没有兼顾这个观察者的视角，所以等到我们有一天两腿一伸的那一天来的时候，跟我们做梦一样，我们没办法看着自己进入梦境。我们也没办法看着自己经历整个死亡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昏迷的阶段。这个就是你没办法去掌握生掌握死，你没办法去控制的原因，就是你没有办法保持这个观察者的角度。清明梦其实跟死亡之后能够自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能够在看着自己进入梦境，然后并且在梦境里面你知道自己在做梦并且在出梦的时候，你能看着自己出梦醒过来。你能够掌握这个，你大概就对超越生死有一点点眉目了。当我们的观察者角度如果能够很坚固的时候，你是能够看着自己睡着，然后看着自己做梦。当然看着自己做梦的时候，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梦境，然后你也可以继续看着自己醒过来。如果你功夫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你稍微就对超越生死就有一点点眉目。为什么说一点点，而不是已经成功了？而是因为死亡的时候所感受到的精神还有意识的强度是梦中的很多倍，所以你具备了梦中能够完全自主，
那你就稍微能够有可能在死亡之后能够自主。死亡之后自主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爱入胎就入胎，我爱不入胎就不入胎，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是一个自由的，那你当然你是一个玩家，你是自由的，你也可以在那时候你也可以回家就不玩了。所以这样才能够是一个对生命完全自主的一个状态。那活着的时候，你如果有观察者的角度，你就可以看到自己每一分每一秒起心动念，一跑出什么念头，如果你不给予它能量，它就会消失。那你就不会去显化出你不要的。那你看到你想要的，你就可以给予能量，让它产生感觉。那你就可以去显化你想要的，甚至你可以去营造、制造。那如果不要的已经出现了呢？如果不要的已经出现，你只要不跟随它，不给予它能量，它只是一个瞬间的念头，那你看着它，它就不见了。是不解释吗？观察者其实他本身就没有解释，就是不解释。观察者其实只是观察，他没有解释。那你看着它，不跟随它，就没有延伸那个解释，其实它就没有了，就是等于不解释。所以你就不会显化出下次你不想要的情境。你可以去跟随你想要的情境，可以去结束你不想要的情境，那你就会随心所欲的显化。所以活着的时候，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显化，然后到了死的时候，你也可以完全自主。所以这个观察者角度，就是我们生活要产生最大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像我们不是一直在跟他人解释吗？那我们一直解释，代表我们没有观察者角度吗？我们是站在观察者的角度去运用我们的思维，运用我们的语言去跟人家解释。重点就是有没有看着自己在干嘛。可是你不是说观察者是不解释？你要消化信念，你就不解释。但是我们现在是要传递讯息，然后你就看着自己去解释。看着自己去解释，就是你选择所有事情是你变成你有选择权。所谓的自由就是对生命有绝对的选择权。那我选择解释给别人听，这是我的选择。所以不是那种完全不能跟别人解释哦。不是所以解释也可以保有观察者，还是有观察者一定要不解释？解释也可以保有观察者，就是你站在玩家的角度去看你自己进行所有的事情，你每一个起心动念，然后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念头是怎么跑的，然后你看到你怎么去跟人家讲。然后跟人家讲的同时，你也看得出对方有什么反应，那你也看到对方的反应之后，你有什么想法？这每一个片段你都在看得清清楚楚，你不会漏死掉任何一个环节。你从一开始的起心动念，然后到互相往来的这个讯息，然后在讯息当中会有什么进一步延伸的想法，然后到结束，每一个片段你都在看着。其实我们对生命就是你能不能看着所有事情发生，当你能目睹所有细节发生，甚至目睹自己甚至有情绪或没有情绪，有什么情绪等等，其实这都不是重点，情绪真的不是重点，而是那个观察，就是你可以观察着自己每一分每一秒发生的状况。因为我看好像我们很多观众都觉得要有观察者角度，就是不解释就都不要跟别人解释。不解释是用来生出这个观察者角度，而不是没有观察者的角度之下，然后你不断的解释，你会迷失在那个解释里面，而没有办法没办法找回你的观察者的角度，所以要不解释。但是我们是传递这个不解释的讯息，那你必须要去解释。这时候我是站在观察者的角度去传递讯息，而不是不解释。如果不解释当然是处在观察者的角度，那就没有讯息的传递了。对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不解释的话，那巧巧要不解释的话，那可能就带墨子一起去某个地方躲起来不解释了。对啊，就是不是不跟别人解释，就是不解释，对一切现象的不解释。那有人问说，所以不解释嘛？那意思就是，生活就继续过下去。那我就是看着生活，我砍柴还是砍柴，我看着自己砍柴啊。那个教育小孩还是照样教育，还是要打小孩，打完就不解释，就不用想说要不要教育，要不要打，打就打，骂人就骂人，就反正就是不解释嘛。这种情形是一种很理想的状况，其实一般是很难做到的。就是你打完的那一刹那，你不会去延伸嘛，你不会去想说，刚刚不应该打他，或者你想说，
怎么这样子，然后一直怎样，害我这么生气，怎样？你脑袋会一直延伸这些东西，你能不解释吗？就是我们其实讲是这样讲说啊，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做完我就不解释，这只是一种想法，这是一种小我的想法，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就是当我一沉溺在那个游戏里面行为的时候，很难跳出来说啊，我沉溺了一下，然后我马上就不沉溺了，然后就在故事外，不可能的。就是我们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想法，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们尽量少去运用很多的思维去在行为上，然后并且在某一些片段不需要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彻底放下不解释，这样才是比较容易的。那刚刚讲到打小孩，打是一个动作，一个好像游戏内的故事，就是教育小孩是一种游戏剧情嘛。那站在观察者角度会去做游戏剧情里的动作吗？打小孩这个动作，这两个是冲突的吗？还是不冲突？其实游戏里面一切都跟外面无关，都跟那个观察者是没有关系的，都可以去做。但是我们会骗自己说啊，其实这都没关系，然后做也没关系。那只是去让自己沉溺在故事里面，而失去了观察者。这只是小我的一种伎俩。小我最容易让自己沉溺在故事里面而迷失掉观察者，因为他不需要观察者。一有观察者，小我是会被消融，他不要被消融，然后他会告诉自己说啊，其实没关系啊，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保持观察者就好，就去做，就去做了之后，其实就没有了观察者，然后自己又骗自己说啊，其实我有观察者。就是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就是神啊，我神做什么都没关系啊，只要保持观察者就好啊，我要打人就打人，要杀人就杀人，这就是小我的伎俩。没错啊。所以一开始我们要练习观察者的角度，还是尽量以不要去很动用比较很深入故事的情绪啊、作为啊为原则，因为你一旦很深入，你很难说自己很难跳出来。以观察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我很生气的打小孩的时候，你看着自己很生气吗？其实没有，你真的就很生气在打，就你迷失在那个情境里面了。然后打完之后，没关系，反正我只要保持观察者就好。那也不管小孩哭啊，也不管小孩哭啊，不用管他的心情啊。对啊。反正我就是在教育他，我不用管啊，就不解释就好，打完就不解释。那所以其实你就是骗自己去为所欲为，然后其实也离开了那个观察者的角度。上次参叙的时候，我有稍微带一下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转化，而不是去学习什么东西。所谓的转化的意思，就是从我们用小我用人物的角度去看待世界，转化成使用观察者的角度在看待世界。但是这一开始会有一点困难，所以这个一开始的转化必须是能够转得过去的，就是你能够开始有一点点跑出来。那这就是一个开始，然后并且一直加深了观察者的角度，你才能够真正的转化过去。不然我们所说的所谓的修行啊、灵修啊、提升啊，其实那些都只是在安慰自己而已，就是一种安慰剂。然后我们一直告诉自己说啊，我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爱，越来越养生了，越来越棒了，迟早我就会开悟。这纯粹就是只是一种安慰自己的想法。事实上自己也知道说，这样下去好像也没有什么进步，也没有办法。一直在故事里面，我们要跳出故事其实是有困难的，就是我们必须建立那个观察者的角度。我们没有建立出观察者的角度，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观察者巩固，我们是跳不出游戏的。所以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转化。如果我们没有去建立出我们的观察者的角度，其实我们只是社会，是这个世界的傀儡，我们也是只是我们小我的傀儡而已。我们被整个框架、整个制度整个矩阵，然后操控，然后我们也被我们自己的小我操控，那我们就理所当然认为其实我是自由的，然后我想干嘛就干嘛。其实那想干嘛，其实都是社会机制所感染、所形成的那个小我的作用。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其实我想干嘛就干嘛。其实并没有，那个想干嘛都是一种机械反应，就是你遇到什么事，你很自然就会这样做。为什么自然会这样做？因为社会告诉你的，父母告诉你的，然后以前灌输进来的。我现在吃饭要小声一点，不能太怎样。为什么呢？我想，因为我想做不想被人家看不起，我想让人家认为我是一个高贵的人。
然后你去做，你认为这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那只是一套机制，就你完全被卡在这个机制里面啊！我要孝顺父母，要干嘛？我要干嘛？对啊，我要当偶像明星、艺人，要当艺人。我想这些就是我想做的，其实是你想做的，不是，是你被那个机制去操纵之后的反应。你认为那是理所当然，其实你只是被操控的傀儡。你没有真正跳出来变观察者，一切其实只是一个机械性的傀儡。你认为所有事情理所当然，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是被灌输进来，被编好的一些程式设定，然后你就按照这些程式去反应，这样你就变成一个社会期待的人，父母期待的人，谁期待的人，然后你就去做着那个生活，然后去就用这个人物，然后去过了你的一生，然后符合这个整个机制，然后就解锁，这一切都是被控制，傀儡，完全是一个傀儡。所以当你没有跳出来变成观察者去看待整个生命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自由的，你是不自由的，只是你连不自由都不知道。对，这个就是更不自由。讲到观察者，那到底怎样才会有观察者？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我们直接去回头看自己的那个觉察，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去觉察自己的觉察，这是一种方式。我们谈如何建立观察者的角度，其实跟开悟就是同步的。就当你调回你的那个觉察的时候，你用觉察来生活的时候，其实你就有了那个观察者的角度，这个跟开悟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觉察你的觉察，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当你去感官，去觉察外面的感官，眼耳鼻舌身的感官，甚至有另外一层对能量的感官等等，这些感官你看到了感官被感官的这个现象，然后你知道自己正在看着这个感官，那这种方式就是一种。但是通常我们使用感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看世界，在看东西，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把注意力丢到那个外界去，丢到我们所观察那个事情或者现象去。这时候我们就迷失掉在觉察的那个立足点，所以很难借由感官去返回来去站在那个觉察，除非一直提醒自己，但是一直提醒自己又变成你就失去观察的那个东西，那这时候你又失去掉那个感官，所以就没有真正看着感官而又站在觉察的这个地方。这个讲起来比较不容易去理解，但是意思就是你要站在你觉察的这个立足点去看待你所感官的事物，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一种比较容易发生的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奥秘。我们之前一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开启气机？为什么要让大家身体左右晃开启气机？摇一摇，这样有什么意义？其实跟观察者有很密切的关系。我现在去跟大家讲解这个事情。你让身体左右晃，好，你就会观察到你自己在晃，你觉察着自己在晃。因为这个晃并不是我自己用身体去用我的运动神经用我的肌肉去动的，而是它自己在动。所以这时候你很自然会保持一种观察的状态，去观察着这个状态，观察着身体在动因为你不会觉得身体是我，你会觉得是他。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在动。我动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我，那当他自己动的时候我不会觉得那是我觉得是他。身体他在动，他在动我的身体那就是一个他，而不是我在动，而是他。当你觉得是他的时候，你就成为了一个观察的角度，我看着他在动。那所以你看着自己在摇晃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使用观察者的角度在看待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开始有点这种感觉？这样讲了之后就有点明白。对啊，其实你就在用观察者的角度在看待自己。我前后晃，身体前后晃，好好玩了。谁在看着身体前晃？我啊，我看着他在晃啊，没错，我在看着他在晃。那个我是谁？就是观察，观察看着身体在晃，而不是我在晃。我没有在晃，我没有晃他，是他在晃。以前我们一直会把身体当成是我，但是当我们去做这个气机开启之后，我们就不再把身体那么死的当成是我，因为他自己会动啊，怎么会是我？我看着他在动啊。当我看着他在动的时候，他就不是我，
它就是它在动，所以这时候你很自然就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但是这时候还不够深入，还能更深入的是，当我慢慢看着身体它在动的时候，慢慢感觉到能量的流动的时候，我不看身体了，我的注意力去观察着能量，去观察着气。这时候气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是一种没有办法去物质化的现象，那我就完全脱离物质化。当我的觉察去觉察着一件非物质现象的时候，我就已经存活在非物质的状态下，就是我正在观察着一个非物质的现象，而且是非无法定义的东西。我可以把它定位成气，我可以把它定义成气，可以定义成能量，但是那只是两个名词而已，完全无形无相，完全没办法去给予一个明确的定义。那个定义也是很虚幻的。这时候我对定义其实抓得没那么紧。那我正在观察着一个空、一个虚无的东西。这时候我很容易就站在彻底的观察者角度去看待这一切，因为我看的对象是一个没有对象。所以当我觉察我的能量的时候，我很自然就站在观察者的角度，所以开启契机，观察自己的能量，这个就变成产生观察者的角度很好的一个媒介。这个之前没有跟大家讲的那么深入，只教大家如何开启契机，如何产生这能量，为的就是慢慢让大家更深入之后，能够真正落实到建立观察者的角度，就无形中把这个观察者的角度建立出来。那另外讲到，如果比如说能量来说，比如说贴着我们的贴片，这时候贴片你会一开始注意到贴片，然后你注意到你的松果体有点感觉，那慢慢你连松果体你都不会抓得那么死的时候，你注意到感觉头里面有能量。然后慢慢连头这个意识也没有去很专注在上面的时候，你只专注在能量，那么你一样是观察到一个没有定义的东西。这时候你还是很自然的就用观察者的角度在看待这一切。所以贴片为什么贴了，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容易有观察者的角度，因为你正观察着一个没有办法定义的一个存在，一个空无的现象。当你观察着一个空无现象的时候，你那个观察者的角度会特别强烈。所以建立观察者的角度，观察能量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在这一集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之后，慢慢就可以转化你的生命，你就慢慢能够从一个被控制的傀儡往玩家的方向走。这个就是我们要分享给大家的。好，拜拜，拜拜。整集都没有说什么。对啊。哎呦。